這是去火星的機票嗎？2月28日，戰火突襲中東，多國緊急關閉領空，近10萬人被迫滯留，機場內人滿為患，混亂不堪，票價瘋漲。一張從大馬士革飛往香港的機票居然敢飆到277萬！大家好，歡迎來到星球熱點，國際大事從不缺席，輿論場中抽絲剝繭，聚焦獨家中國資訊。點讚、訂閱加小鈴鐺，帶你用不一樣的視角讀懂中國故事。這幾天，因為戰火，中東多國突然關閉領空，曾經穩居全球第2繁忙的迪拜機場直接陷入停擺，一天25萬人次的巨大吞吐量，一夜之間歸零。多哈、阿布扎比、特拉維夫、科威特等機場也同步停飛，航班大面積取消，幾萬旅客困在原地，不少原本要降落這些樞紐的飛機只能臨時改道，緊急備降雅典、伊斯坦布爾、羅馬，甚至遠到印度、印尼。旅客被丟在第三國，進也不是，退也不是。從航機圖上一眼就能看出，中東上空的航線全都在大幅繞行，一趟航班要多飛2-3個小時，燃油成本上去了，機票價格自然也跟着瘋漲。值得一提的是，最近網上瘋傳一張機票截圖，大馬士革飛香港，票價飆到277萬。很多人開玩笑說，這哪是坐飛機，簡直是坐火箭上火星，還得是往返。不過，小編特意去幾個正規平台查了查，這個價格根本站不住腳，多半是系統故障，或是後台登錄出錯，也有可能是 P 的。正常情況下，這條線路中轉下來也就400到600美元。當然了，天價機票只是個鬧劇，可中東機場眼下的真實處境比這個數字更讓人無力。不是貴，是有錢也買不到一張能正常起飛的票。屋漏偏逢連夜雨，霍爾木茲海峽也已關閉，海路徹底走不通。想離開中東，在這一刻真的成了一種奢望。滯留在當地的中國人，這段時間經歷了太多平時難以想象的場面。成都來的孫女士原本在卡塔爾轉機去歐洲，飛機飛到一半突然返航，落地多哈機場，她還一肚子火，找工作人員理論，對方只回了一句：“那邊已經打起來了。”當晚，他住進酒店，一整夜聽見20多聲巨響，站在窗邊就能看見導彈被攔截的尾跡劃破夜空。防空警報一響，住在靠近爆炸區域的人必須立刻起身下樓躲避。在迪拜旅遊的上海遊客阿元就更慌了，他趕到機場時，這裡已經關閉。半夜手機彈出防空警報，群裡傳來帆船酒店遇襲的消息，他連着打了3次大使館電話都沒能接通。遠處就是哈利法塔，附近偶爾傳來爆炸聲，網絡時好時壞，他只能靠文字一點點給家人報平安。阿布扎比機場的畫面更讓人揪心，不少中國留學生和帶孩子的家庭被困在這裡。候機的時候，突然聽見2聲劇烈爆炸，後來才知道是防空系統在攔截來襲導彈。整個航站樓的氣氛瞬間凝固，人人臉上都是不安。滯留的人實在太多，周邊酒店很快住滿，有人從下午一直等到深夜才拿到一間房。機場工作人員能提供的信息非常有限，問什麼都沒有準確答案，旅客只能乾等。多哈機場的狀況也差不多，有旅客直言，這裡看上去像難民所，大量行李隨意堆在地上，丟件成了普遍問題。很多人撤離時根本來不及拿行李，後續想找回來難度極大。更讓人頭皮發麻的是，透過機場玻璃就能清晰看到空中導彈攔截的全過程。這種只在新聞裡見過的畫面，真實砸到眼前，對誰都是強烈的心理衝擊。當地也在盡力安置這些被困旅客。阿聯酋宣布承擔所有受影響人員的住宿和餐飲費用，機場和航司派大巴接駁，部分酒店提供免費食宿和續住。可局勢一天一個樣，信息更新慢得讓人着急。之前說等幾個小時，轉頭又要繼續等。3月2日，3日的改簽航班接連被取消，能預約到的最早日期也已經排到3月5日。航空公司的電話幾乎全在忙線，偶爾打通，得到的也只有一句抱歉和說不清的答覆。對旅客來說，最折磨的從來不是等待，而是看不見頭的未知。有人想冒險走陸路去相對安全的阿曼，可現實是阿曼已經關閉邊境，這條路風險高，還走不通，大家別無選擇，只能原地死守消息。
當然，也有少數人幸運撤離。一位在阿曼的中國旅客發現當地還有少量飛往印尼、馬來西亞、新加坡的航班，硬是搶到一張去雅加達的票，再從雅加達轉機回國。那趟飛機上一半都是中國人，票價在短時間內從7000多漲到12000，可在那一刻能買到票就已經是萬幸。更多人沒有這份運氣，只能在酒店和機場之間來回耗着。每天醒來第一件事就是刷新聞，看領空有沒有開放，航班有沒有恢復。這段混亂的經歷裡，也有讓人心裡一暖的瞬間。英語好的年輕人主動幫語言不通的同胞翻譯溝通，有人幫忙搶充電位置，有人幫不會線上操作的長輩買食物，大家自發建起互助群，共享酒店信息、外賣渠道、撤離路線。在動盪和不安裡，這些不起眼的小事成了最實在的安慰。就在2月28日，中東局勢進一步升級之際，外交部和中國駐伊朗使領館第一時間發布提醒，呼籲在伊中國公民趕緊撤離，還特意明確了幾條陸路通道。其中阿斯塔拉口岸最省心，中國護照免簽，每天9點到16點通行，不用多跑冤枉路。這邊提醒剛發，中國駐阿塞拜疆使館就沒閒着，連夜趕工發布領事協助通知，組建口岸工作組，交通、食宿、通關一條龍協調好。僑界志願者也立馬集結到位，從邊境到巴庫市區，硬生生搭起了一條全鏈條的接應通道。說起來，這種反應速度，也就中國能有這底氣。當地時間3月1日下午2點半左右，首批撤離的同胞就陸續趕到了阿斯塔拉口岸，有使館工作人員和華僑志願者引導，通過核驗，一點不拖沓。沒多久就全部順利入境。下午4點半，專用大巴載着大家駛離口岸，當晚就平安抵達巴庫的指定酒店。使館官員親自在現場迎接，食宿安排妥當，連後續回國的票務都提前對接。經歷顛簸的同胞在異國他鄉也能感受到祖國的暖意。首批撤離的共有18人，其中就有雲南小伙阿恆。他的經歷說起來也挺有代表性。阿恆大學畢業後去伊朗學波斯語，學着學着就認識了當地姑娘羅卡伊，相處3年就結了婚。羅卡伊還生了2個混血兒子，之後就帶着孩子回中國生活了。為了多賺點錢，阿恆留在伊朗開了家二手車店，本想着好好打拼，沒想到局勢突變，戰爭說來就來，二手車店被迫關門，生意泡湯不說，連自己的安全都沒了保障。那段時間，阿恆急得整夜睡不着覺。就在他手足無措的時候，中國駐伊朗大使館的電話打來了，告訴他國家組織了撤僑行動，能護送他安全離開。聽到這話，阿恆當場就紅了眼，喜極而泣，心裡只剩一句話：此生無悔入華夏，來世還做中國人。簡單收拾了幾件行李，阿恆坐上中國政府安排的車輛，順利離開了伊朗。抵達巴庫後，當地華人華僑協會和大使館還特意準備了接風宴，使館領導親自送上祝福。看着揮舞的5星紅旗，18位同胞忍不住一起唱起了國歌。那一刻，沒人不感慨，吳京電影裡說的背後有祖國，從來都不只是梗，關鍵時刻還得靠祖國撐腰。現在阿恆已經在巴庫安頓下來，徹底脫離了危險區，就等着買機票直飛北京和妻兒團聚。他的妻子羅卡伊得知消息後也開心的不行，特意在社交媒體上曬出揮舞中國國旗的照片，一個勁誇讚中國。當然，這次撤僑除了官方的給力操作，民間組織的作用也不容小覷。伊朗華僑華人聯合會就做了不少實事。局勢升級後，華聯會第一時間就和中國駐伊朗大使館取得聯繫。一開始局勢不明朗，他們就先通知所有在伊同胞就地避險，別亂跑。2月28號晚上，徵得使館同意後，華聯會立馬成立了臨時工作組，靠着之前統計的完善信息台賬，工作人員逐一給同胞打電話，確認大家的撤離意願。有一部分人打算自行撤離，而另一部分需要華聯會幫忙組織。撤離工作也分了2個方向，20多名打算自行撤離的同胞選擇從亞美尼亞的口岸通關。華聯會組織的撤離隊伍也同步推進。3月1號當天，第一批約30名同胞就坐着大巴從德黑蘭出發，前往阿塞拜疆邊境口岸，後續批次也在陸續籌備中。華聯會的負責人馬正華說，這次撤僑能這麼順利，其實早有準備。2025年6月份的撤離經驗給這次應對提供了不少借鑑，而且從近期伊朗出現騷亂開始，華聯會就一直在統計同胞信息，還不停勸說大家早點撤離。
現在華聯會的工作還在繼續，一邊全力摸排所有在役同胞，確保一個都不落下，一邊準備好食物、飲用水等物資，給撤離隊伍配備翻譯和領隊，全方位保障大家的安全。說真的，這些僑領和志願者就像同胞在異國的主心骨，有他們在，大家心裡就多了一份踏實。外交部也明確表態，尊重伊朗的主權和領土，呼籲向官方立即停止軍事行動，別讓局勢再升級。其實不管局勢多複雜，中國從來都不會放棄任何一位同胞。最後，小編也祝願所有在役同胞都能順利撤離，平安回到祖國的懷抱。好了，今天的內容到這裡就結束了。如果你喜歡小編的影片，還請大家多多點讚轉發，讓更多的人一起見證中國進步。關注我的頻道，這樣既能回顧往期視頻，又不會錯過之後的精彩內容。那我們下期節目不見不散。